大家好，看我频道的朋友们肯定知道啊，我说过不仅一次，我说我有乌鸦嘴，我说什么一般都会应验。今天在德国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持刀砍人事件，在过去我报道过几次，在德国不仅有持刀砍人的，还有驾车碾压人群的，造成很多死伤。今天德国时间上午11点45分，在德国巴伐利亚州西北部一个小城叫阿沙芬伯克，又发生了一次这样的事件，造成了2人死亡，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而施暴者呢是一位阿富汗的难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虽然非常难过，但是呢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因为对我来说，这种事情呢每秒钟在德国都有可能发生。为什么呢？过去我们也说过啊，现在德国，特别是2015年那年啊，就是进来了至少有100多万甚至200万难民，而其中他们大部分呢不是阿富汗的、伊拉克的、伊朗的，就是叙利亚的，或者是利比亚还有北非的。反正呢，大部分呢都是一个某个宗教圈子的人，而这些人呢，在德国因为跟德国的主流，我说吧，宗教它是有非常大的冲突的，所以呢，他们来到德国之后，即使他们申请了难民，但是呢，与德国社会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啊。他们很多人可能是文盲，或者他们文化水平很低，即使他们呢难民身份得到批准了，他们得出去工作，或者他们想出去工作，但是呢，经常可能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即使找到了，可能薪水也不高，或者有些人根本就不想出去工作，因为德国有所谓的非常优厚的福利，比如说，如果我是中东某国的，比如说阿富汗的、叙利亚的难民，或者叙利亚的没有被批准的难民，他们也可以在享受德国这福利。我比如说有4个孩子，有2个老婆，然后呢，我一家7、8口人，在德国按照这样的情况可以享受非常优厚的福利，比如说政府可能会专门给一栋房子给你住，每个月可能补贴你还有几千欧元，所以这些人来到德国之后吃香喝辣，比本地德国人还过得更好。大家可能不信啊，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德国人在很多事情上他们过于左了、极左了，然后呢自己变成傻逼了，自己的国民呢没有好好的照顾到，然后呢照顾这些所谓外来那个难民。我说过了，但是我坚持我自己的观点，真正的难民很少能够到达德国，因为所谓真正的难民，他们是没有钱交给这蛇头把他们偷渡到德国来的。大部分到达德国的人，他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难民，而是经济移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种德国难民这种画面啊，其实特别是2015年的时候，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当时呢，成百上千的人呢蜂拥到德国来，他们从穿着来说其实还是比较光鲜的，然后拿着智能手机一路拍一路来。真正的难民是这样的吗？难民话，我理解就是非常的生活困苦，对吧？衣不遮体，这样的才叫难民。你衣着光鲜，真正呢，像那个乌克兰的难民，所谓难民，他们是开着奔驰、宝马车进入德国申请难民的。我就说了，德国人特别傻逼啊，对吧？如果是我，首先你既然在德国申请难民，那你所有的财产得上交，对不对？否则你就领不到我德国的那个福利。你上交之后，你身无分文了，那你才能够从我德国这国家这里得到所谓的福利。我觉得这样才是公平的，对不对？哪有开奔驰、宝马、奥迪这种豪华车到德国来的，然后呢领着优厚的所谓难民金，然后另一边呢，德国还帮安排好好的那个住房呀，每个月还有免费的医疗等等，真的比德国人更好。德国人，特别是我们有工作的人，每个月都要自己掏钱买医保。我告诉大家，不信啊，2025年我的医保又增加了，去年是980多欧元的，今年涨到多少？大家注意，听好了啊，今年涨到了1125欧元。这是我交的那个，光是医保一个月差不多1万块人民币，一年就是12万。所以一说到这里，我就特别的气愤。如果谁还跟我说在德国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等，我就跟他急了啊。反正免费医疗对大部分德国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免费医疗有，我再重复一次，
是那些比如说外嫁来德国的，根本就没有在德国工作过一天的人，就嫁给德国老公那种，然后生小孩那种呢，是可以跟她的德国老公免费参保，她不用自己另外交医保。但是，一旦你在德国开始工作，那对不起，你得自己买医保。像我这样每个月1000多欧元，你觉得是免费医疗吗？好，我们回到在德国今天2025年1月22号上午11点45分，在巴伐利亚发生这起严重的持刀砍人事件。那个施暴者是一个阿富汗的28岁的难民，其实他不是，他2022年来德国申请难民，但没有被批准。然后呢，德国媒体说这个人呢有精神问题，去那个精神病院去治疗了好几次，然后这个人有3次案底在警方那里，但是他依然可以像正常一样在外面走动。既然他精神问题，为什么不把他关起来？既然他住在那个难民营里，他为什么可以随便往外走呢？然后德国媒体报道，前段时间他到德国当局说，我想自己返回阿富汗去了。德国有关方面是怎么做的？消极对待，告诉他那你自己去你们阿富汗驻德国驻外机构去办理你的那个回乡证这种文件吧，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如果我是德国的移民局或者是专门那个管理难民的，那我肯定会积极跟进。既然这个人自愿想返回阿富汗，那我还巴不得马上把他遣返回去呢，对吧？帮他买好机票，把他送上飞机，然后让他回阿富汗去呀。但是德国这个官方机构，你看他们的官僚机构有多么烂，竟然不管，然后让他直接在外面走。你看现在又发生这样的砍人事件，对吧？这2个人本可以避免不死的，是这样子就今天这个人在这个城市的一个公园里面尾随几个老师加几个幼儿园的孩子，然后呢，突然就对他们发起了那个砍人的袭击。一个41岁的路人想出来阻止这个人砍人，然后他自己呢把他的小命搭上去了。所以朋友们有的时候见义勇为你一定要先弄清楚自己是不是处于生命危险的状况。如果你自己的生命危险受到了那个威胁，我觉得还是少做这种见义勇为的事情。在德国也是这样教育大家的，因为很多情况下可能见义勇为把自己小命搭进去了，反而真的我觉得不值得。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德国媒体报道，一个死的小孩呢是摩洛哥籍的人，也就是北非那个国家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受伤的又是叙利亚的一个小孩，大概是5个孩子当中有2个现在报道出来有移民背景。以前我说过在德国现在是这样出生的小孩，有外国背景的小孩，有移民背景的小孩，或者有难民背景的小孩，或者有穆斯林背景的小孩，甚至呢比德国小孩更多，就表明今后可能比如说1代人2代人之后，这个德国人口它的比例会完全反转过来。也就是说，以前我分析过的如果是德国的选举法不做修改的话，也许某一天在德国会选出一个穆斯林的德国总理，这完全有可能所以之前我分析给大家的德国的宗教冲突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普通德国人当中其实对现实也非常的不满，只不过他们普通人呢，相当于一个人掀不起大浪，又没有人出来组织游行示威。因为在德国是这样，极左可以说是横行你做一个正常德国人，你说要为我们德国人着想，为德国的国家的未来着想，那这个人很有可能被媒体、被左派人士打成右派，甚至打成纳粹。在德国是绝对是没有这方面的言论自由的，只有在左派的政治正确的框架之内，你才能说，否则你说你要为德国的利益打拼的，那你真的像刚才我说的，被打成右派、极右、纳粹、新纳粹，反正各种帽子就扣上来了。说到这里，我又不得不说一下，现在德国正在举行大选，因为到下个月2月23号，刚刚还有1个月就要举行德国大选了。而这次事件这是今天发生在德国阿什芬伯格的砍人事件，很可能让德国右翼选择党无形中又多了很多的选票，因为
很多德国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够了。甚至呢，德国那个总理他就说了啊，他说我们是好心好意的接纳你们来德国避难，但是我们的好意没有得到你们的回报，就说你们恩将仇报，我们再也不愿看这样了。他说每隔几周在德国就发生这样的事件，我们已经受够了。你看德国总理现在才说这样的话，其实他是非常左的这个人，他的政党也非常左。德国右翼选择党他那个党魁叫爱丽丝·韦德尔，他今天也说了，要尽快遣返这些在德国非法的难民，还有犯罪的难民。在这里我又想起了有些华人或者在德国的中国人啊，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了解德国右选择党他的竞选纲领或者是他的那个施政纲领是怎么样的，就是他可能就看见德国那个左派的媒体就认为啊，凡是德国选择党的那就是根本选不得，就是纳粹怎么样。其实我自己做一个外国人在德国，我根本就不害怕德国选择党。为什么呢？因为德国选择党他说得非常清楚，是哪些外国人要被遣返呢？是那些在德国没有证的，就是说非法的在德国居留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德国犯罪的外国人，这两类外国人才被遣返回他们的国家去。我没有违反任何德国的法律，对吧？而且我还在德国交税呢，所以我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担心我被遣返回中国去，因为我就德国公民，还能遣返去哪里去啊？另外呢，有的人也是不了解选择党的党纲，认为选择党是反性少数群体的，其实这也不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啊，德国选择党这个党魁，也就是现在德国总理候选人爱丽丝·韦德尔，她就是个女童，她的伴侣呢是据我所知有斯里兰卡背景的一个人，然后呢他们俩还有2个孩子，这2个孩子我估计呢是这个斯里兰卡的女的带过来的。她本身就是女童，而且是党魁，那这个选择党怎么可能反这个性少数、反同性恋呢？不可能吧，对吧？你看这谣言就不攻自破了。所以我觉得你既然对一个党派做出评判，首先我觉得你要去设法去了解这党派他的竞选纲领怎么样的，他的施政纲领怎么样的，然后你才说怎么样，对吧？否则我就觉得特别的可笑。我在这里并不是帮德国选择党讲话呀，因为我对德国政治，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我根本就不关心，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这样。因为我对德国这个政治已经冷心了，已经死心了，改变不了什么。说到德国这个大选，我发现我们很多中国人啊，就一厢情愿，就觉得德国选择党这个女党魁韦德尔，她应该当德国总理，这个党肯定会当选，怎么样。其实我可以非常肯定告诉大家，至少这一次他的那个德国大选，选择党根本没戏。为什么没戏呢？虽然我们中国人很一厢情愿，认为啊，这个选择党像那个马斯克就说了，只有德国选择党才能救德国。这样的话，那这个党魁就应该当德国总理，那这样不是可以救德国了吗？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德国人可不是这么想。目前的民调，选择党可能大概是21%左右。然后呢，德国最大的现在这个反对党基民盟，它的选票大概支持率可能是29%、30%左右。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很可能就是由基民盟那个人叫 Merz 莫尔茨出了组阁，如果他能够组阁成功的话，就出任德国下届总理，这估计是8、9不离10的。那德国选择党女党魁韦德尔有多大的概率这次成德国总理呢？他的概率我可以告诉大家几乎为0。虽然我不敢100%的说没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可能性极小极小。而且在德国那些其他的党派，首先就排除了与这个选择党合作的可能性，就是我不理你，不管你得多少选票都好，反正我就不理你。也就是说，只要选择党他的选票不过半，那他就无法组阁，无法组阁的话，那就不可能当德国总理啊。目前看来啊，这个选择党它的支持率只有21%，所以离组阁还有太远的路要走。
那么最有可能就是刚才说了，德国的基民盟邀请一个或者是2个党派一起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我可以非常肯定告诉大家，在德国换汤不换药，即使基民盟现在上台了，当德国总理了，今后德国怎么烂还是一样烂。而且这个遣返难民，我认为可能会加大一点力度，但是在德国难民实在太多了，要遣返非常的困难。所以呢，这个宗教冲突还有德国内部这矛盾会越来越加深，这是不可调和的，只会越来越差，不会越来越好。这是我对德国的分析，而且我相信我的分析是对的啊。好，前面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阿富汗的难民，他持刀砍人，28岁的难民啊，杀死了2个人，这是他想要的。你可以回想一下，在德国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每一次为什么都是另外一个宗教，也就是那个穆斯林这个宗教的人呢？这个原因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啊。在这里我就不想再多说了，因为说多了可能会得罪一些这个宗教的人。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这个宗教的人，我觉得也应该反思一下。所以在德国，这个宗教人在德国名声特别的差，也可能有自身原因吧，不可能总是怪德国人，对不对？而且这些人像我一样来到德国，你就要入乡随俗啊，对吧？接受人家的主流文化呀，不可能你死抱你自己的所谓的你的穆斯林文化。当然你可以保留一部分，但是呢，在这个主流社会，我觉得还是要入乡随俗更好。从这次砍人事件涉及的5个孩子当中，有2个至少有难民或是移民背景的，就可以知道现在德国这人口结构或者是新生儿的出生率，这个对比啊，这个比例与本国人的比例确实已经失调了。现在呢，在德国是这样啊，特别是在幼儿园还有小学，甚至呢有外国背景的孩子已经超过了德国背景，在很多学校，可能在大城市这个比例更高，在农村地区比例低一些，但是这个趋势只有这样，就是有移民背景的孩子的比例现在越来越高。还有这样的现象，就是特别是穆斯林啊，他们可能对于学德语来说不是特别的热衷，所以他们的孩子啊，很多情况下到了读小学或者读幼儿园，他可能一句德语都不会，所以导致了你看在德国的小学很多情况下要抓德语，人家连一句德语都不会，你怎么去搞你的教学呢？所以的教学大纲根本就完不了，这就导致了德国特别是基础教育越来越差，这跟移民背景的人越来越多也有很大的关系。今天刚刚上传了一期节目，我就说到了啊，就是德国的基础教育越来越差。所以我认识一个前几年移民到德国的中国人，而且是中国一线的人，他移民到德国，来了几年，可能3、4年之后呢，又带着他的孩子回流去了，带着他的孩子回去读书了。就这个原因，他知道德国这基础教育越来越差，他不想耽误自己的孩子。说到这里，又说点题外话。如果有的人还认为我为了我的孩子教育，我移民到德国去，那我就恭喜你了，恭喜你的孩子有大好的前途。这次砍人事件啊，我不明白为什么德国这家幼儿园的老师在这个时候带着他们的孩子到一个当地市中心的那个公园去玩，而这个公园在当地是有名的，非常的危险，是毒品交易的地方，是抢劫的地方，被警方划定为危险区域。但是即使这样，这些老师还是带领这些儿童去公园去玩，所以呢，我真的不理解。有的人啊，德国人的脑筋就是一根筋，本来就很危险，他就视而不见。其实在德国很多公园都是这样，本来是休闲的地方，就变成了交易毒品的地方，变成了吸毒的地方。在柏林也一样，在科隆也一样，还有你看在这个巴伐利亚这个州的阿什芬伯格这个小城也一样。朋友们，如果你在德国，你看到今天咱们这个节目，我还是奉劝你们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在农村可能好像岁月静好，但是你在德国的城市，特别是中型大型城市，现在是越来越危险了。我不止一次告诉大家，我在德国真的没有安全感。每一次我去人多的地方，我就特别的忐忑。比如说去
科隆的那个中央火车站，那个地方人员特别的复杂，而且人特别多，它是一个德国的枢纽，什么人员都有，而且在德国，它是公共交通工具，没有任何的安检，任何人你拿炸弹进去、持刀进去，都可以直接进入德国的火车站。还有，我到德国的街上步行街，我也特别的害怕；还有到德国的超市购物，我也害怕。而现在经过这2、3年各种各样的这种恐怖袭击之后，我这安全感更低了，真的我特别的害怕。但是我在德国生活没有办法，很多东西你避免不了啊，比如说我要出行，我要回国，那我得去火车站坐火车，我不可能打车去啊，打车去法兰克福机场要花我300、400欧元，差不多回国的那个半程的机票了，所以呢不可能的。有的时候明知道自己有危险，但是呢又不得不去面对它，这就是无奈的地方。所以每每说到这里，我真的特别的羡慕在国内有那么安全的环境，你出门半夜3更出门都好，就不用任何的担心，作为女士也不用担心。但是在德国，作为男士，作为我，每秒钟我只要出去人多的地方，我真的非常的担心。在德国的小伙伴们，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特别是你们住在德国大中城市的人，你们是怎么想的呢？跟我的想法是不是一样呢？我再乌鸦嘴一次，今天发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砍人事件绝对不会是最后一起，可能过了不久，可能过了1、2星期、3、4个星期，或者是1、2个月又发生一次。然后呢，政客又假惺惺的出来发表一些言论，德国人自己说的啊，就相当于原来那些已经准备好的那些词，把它拿出来套用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在德国的媒体啊，还有推特上面，不管是德国哪个政治人物发表什么我同情什么死者的家属怎么样，他的推特下面或者是在那个德国媒体上面的那个评论啊，全是骂声一片，真的是骂得体无完肤。但是这些人这些政客，我不知道他们看了这样德国人愤怒的那个咒骂之后，他有什么想法，还是继续当着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觉得可能这些人嘛，这些德国政客，他们与德国普通人特别的脱节。虽然他们在 X 上面发表自己的什么推文，但是可能他们不会去看下面的评论，因为他们去看了才知道德国老百姓的心声到底怎么样。这些德国政客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完全与德国老百姓脱节的，这是我的观点啊。否则他们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为什么德国那么多该遣返的难民不遣返，而让他们继续在德国吃香喝辣呢？享受着丰厚的福利，比德国本国人更优厚的福利。你看德国人是不是傻逼呢？好的，朋友们，今天咱们就到这里。这是我对德国刚刚发生的又一起严重的持刀砍人事件发表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啊。那么你们有什么想法呢？请在下面留言。我们下期见。